欢迎收看新科新知识频道。在上一个影片我们提到类比与数位讯号的差异，以及传送端及接收端会用到的调变与多工技术。而在今天的影片中，我们将延续 1G 和 2G 的主题，说明线路交换的概念，再介绍 3G 和 4G 的特征。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首先，第一点是线路交换。线路交换的概念是在传送端与接收端之间先建立一条专用的连线，再进行通信。因为线路交换会占用一条线路，因此费用都是以使用时间计算。特别的是 2G 及 3G 都是利用线路交换进行语音通信，而 4G 是全面使用 IP 封包交换网络系统，稍后影片将会提到。第二，3G 世代发明了封包交换。封包交换的定义是，先将要传送的资料分割成许多较小的封包，再进行传输。传送的资料会和封包数目及传送时间成正比。封包交换使用的流量越多，费用也会随之上升。在刚刚前面提到的 IP 指的是网际网路协定，被用来分辨传送端及接收端地位置，如同信件上会标示寄件人及收件人地址一样。这样的 IP 编码方式有助于侦测并解决一些资料传输时的错误。以前，光是查询文书资料就要耗费许多时间，但 3G 的封包交换带来更高速的资料流量，不止网际网路，线上影音、视讯电话也渐渐出现在人类的生活。4G 的重点在大幅提升上网速度和网路的普及性。因为需要更强的传输能力，开始全面使用 IP 封包交换网路系统。因此，网路电话开始出现在行动装置中。4G 领先于 3G 的主要技术被认为是载波聚合、新的 MIMO 技术以及新的编码方式。载波聚合是为了提高单一频段信号使用率而发明的技术，将不同频宽中尚未被利用的不连续小频段组合成一个频段，以传输需要大频段的资料。多输入多输出系统的概念是利用发射端地多个天线各自独立发送讯号，同时在接收端用多个天线接收并恢复原资讯。而新的编码方式就是指新的正交正负调变方式。3G 晚期，许多业者使用 4G LTE 来主打新一代的行动数据，但 LTE 并不符合国际组织对于 4G 定下的标准，以国际组织标准为基础发展的 LTE-A 才是真正符合 4G。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下一集影片将会介绍 5G 的特色及趋势。想知道更多关于 5G 或是其他的新科技知识吗？请帮我们把在影片下方点订阅，就可以持续追踪我们的新影片哟。我们下次见，拜拜。